3, 2, 1, go！ 重力加速度，哦 ，Oh my god， 哇，哇，电动版 X3 叫 iX3， 电动版7 Series 叫 i7， 那电动版的3 Series 是不是叫 i3？ 不是，因为 i3 这个名字已经名花有主，所以这个 i4 其实就是一个电动版的 BMW 3 Series。所以在我身旁的这个是 BMW Malaysia 售卖的 i4 eDrive 40，它的最新售价是389,900块。所以这个价钱呢，你已经能够买到6气缸的 BMW M340i xDrive， 你也能够买到 SUV 的电动车，也就是 iX。所以今天这集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动版的3 Series 开起来的感觉是如何，然后它的续航里程啊、马力、扭力，还有实用性方面等等。所以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move on。因为这个 i4 车名里面有一个 4， 就代表它其实就是一个4 Series。只是跟4 Series 不同的是啊，它是一个电动车，所以 BMW 的 logo 就有蓝色的边框。然后这个前格栅呢，它不是通风的，它是密封式的，因为电动车其实是不需要进气格栅的。所以这个 i4 eDrive 40是一个高配车款，所以 BMW Malaysia 为它加入了 BMW Laser Light 雷射大灯。我觉得电动车要配白色比较好看啊，不懂为什么，就整个感觉比较啱，比较 match 这样子。再来这个 i4 eDrive 40，虽然不是像 M50 这样子的 Full M 电动车，不过 BMW Malaysia 就为它加入了 M Sport 套装，所以其实你看你在330i M Sport 还是430i M Sport 都有可以看到这样子的 design。虽然我们一直俗称这个 i4 是电动版本的3 Series， 可是它用的车身就不是 G20 的sedan车身，而是 BMW 4 Series Grand Coupe 的 Fastback 车身。那4 Series Grand Coupe 的代号是 G26。i4 也是 G26， 不过后面就加了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所以它的车身轴距是2856mm， 比 G20 Sedan 长了5个mm。那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啊，它的车头明显是更加的长，车尾是一个 slope 下来，好像斜背式这样子的 Fastback 造型。那因为是电动车嘛，它的车头没有 engine， 所以前后比重分配是45-55，就车头会比较轻，车尾会比较重。而且 i4 eDrive 40呢，它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的车款，只有去到 M50 它才是一个4轮驱动。所以我觉得这个 BMW i4 呢，它很特别的是它只有4个门。所以一般上我们讲2个门的叫4 Series 嘛，4个门的4 Series 叫4 Series Grand Coupe。可是这样2个门的 i4 叫什么呢 ？i4 Coupe 不是好笑，因为4 Series 本来就是 Coupe 了嘛。所以这个也是 BMW 在设计电动车的时候，有别于传统汽油车，因为他们要考量到这个 CLAR 平台啊。它必须要做到这样长才能够装电池，才比较符合成本效益啦。我知道你已经准备要纠正我说 BMW 明明就有纯电动版本的3系列，而且车名就叫 BMW i3， 没有错。但华晨宝马的这个 i3 是中国限定款，型号是 eDrive 35L 长轴距版本，而就跟 F52 One Series Sedan 的情况相同，这些车型只提供给中国市场，不属于全球化的车型。马来西亚版本的 i4 eDrive 40用的是19寸的 BMW Individual 轮圈，然后因为是 M Sport 套装，就用了蓝色的刹车卡钳，所以 BMW 搭配的这个就是 Made in Germany 的 Goodyear Eagle F1 Asymmetric 5的轮胎。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款 i4 并没有标配 RFT 施压续跑胎，而是给你一个Tire Repair Kit， 据说是因为 RFT 的噪音比较大，不太适合放在 i4。轮胎尺寸方面呢，后面是25540R19， 前面是24540R19， 所以后面会比前面来的大条。i4 的车头好不好看我不敢讲，我真的不敢讲。
不过讲到车尾的话，100分我可以给它99.99分。就虽然都是4个门的车子，不过你会觉得它比3 Series 的车尾看起来更加幽默，比较爱开玩笑，比较有品味，比较会享受生活的一个造型。但因为它是一个 fastback 啊，所以你看照后镜的时候，它的那个视野是非常的小。如果你驾过剑兔，你就懂我讲么了。那这边有一个 eDrive 40的名牌，再上去最顶配的是叫 M50。但是这个 eDrive 40底下其实还有一个叫 eDrive 35的，就是最入门的 i4， 目前还没有推出啦，过后我们才知道它的 spec 是怎样。所以因为是一个电动车，所以是没有 exhaust pipe 的，但是有一个好像 exhaust pipe 这样子的造型，有蓝色的这个边等等。哇，如果有 eDrive 20有嘛，便宜一点我可以把它买回家。那 i4 的行李箱空间有470 L，G20 3 Series 是480，所以它只是比 G20 3 Series 少了10个 L。但是因为它是一个 fastback 啊，也就是 hatchback 这样子，所以它的开口面积、放东西的方便程度等等，是绝对比 G20 还要来的实用。你把这个地板打开过后呢，你会看到一个 Harman Kardon 的，应该是 subwoofer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下面是没有 spare tire 的。Frameless door 无边框式的车门。我相信很多人最纳闷的是啊 ，i4 都已经是一个电动车了，为什么后排座椅中间隆起来的地方还可以隆这么高，就好像一个汽油车这样子？它不是一个电动车平台吗？不是，它还是一个 CLAR 平台。所以 BMW 讲他们为了要在底下维持车子的刚性，还有放一些电池的挖压等等，就保留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为这个 i4 大大的扣分啊。因为你看过 iX 你就知道了 ，iX 虽然也不是一个100% 的纯电动车平台，不过至少它给你 flat bottom， 整个是 full flat 的，这个就呀，你好像在做一个330i 的后面这样子啦。然后比330i 糟糕的是，它的车顶是，我身高是178cm，直接是磨到头了的。所以就像阿迪跟帕萨的分别这样子，你买阿迪你要好看，你就要牺牲这个地方；你买 CLA 你就要牺牲掉 A Class Sedan 的后面这个地方。所以 Grand Coupe、Fastback、Hatchback、whatever back 啦。总之后面就是会牺牲掉头部空间来让车子看起来更加的美丽。设备方面，上面有玻璃天窗，有 Harman Kardon 的音响 ，USB Type C 接口，冷气出风口，遮阳帘没有，后面也没有遮阳帘呀，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我的原则是，如果车子可以晒到太阳，就给它晒。我要晒不用紧，因为车子看起来颜色比较真，比较美。那如果可以不要开宽，我就不要开宽，不然会影响到这个收音没有这么好听。我真的是不能了，太热了。OK， 首先要调整 icon 呢，这边就没有掉了这个实体的 icon button， 你必须去 Climate Menu， 去这边调整这个风扇的大小 ，Very low。So 这个 i4 呢，它用的已经是像 G20 LCI， 就是改款版 G20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语言，就是 iDrive 8.0。不过它不完全是 iDrive 8.0，因为它不像新的 iX1 或者 X1 这样子的东西，它还是保留了 G20 的东西，只是再加入一个14.9寸的 BMW Curve Display 曲面式的这个宽屏，还有一个12.3寸的电子仪表板。Very low 了，还这样大声啊！哎，小声一点，可以关掉了。So 这个 iDrive 8.0 是我目前觉得全部车款里面最好用的系统，因为它可以把 Google Map 投影在这个显示屏上面，然后它也支援 Wireless Android Auto、Wireless Apple CarPlay、Harman Kardon 的音响，然后 BMW M4 的方向盘，而且有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虽然讲这辆车子真的是不便宜啦，389,900块，你一定会在下面留言说很贵的。不过它怎样讲，它都是一个 tax free 的车子，所以300多千可以拿到一些500-600千的 spec 也不出奇啦。哇，你看我的汗。BMW Malaysia 呢就为它加入了这种纯木的，好像 Open Pore Wood 这样子的东西，因为电动车有时候你一直要提倡环保啊，这种 Scandinavian 啊、简约风啊等等，多了一点大自然的感觉，皮革座椅非常的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个 G20 3 Series but better, bigger, brighter, sharper。这个 i4 eDrive 40是有 Adaptive M Suspension 的，这是我第一次在 BMW 的电动车上面试到这个 Adaptive M Suspension。那走烂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是比较舒服的啦。那这个 eDrive 40呢，它用的是 83.9 kWh 的锂离子电池即便是 M50 也用的是这个 Battery Pack
只是说 M50就前面多了马达变成4轮驱动，那它前面就没有马达，它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款，所以它有340 PS 和430 Nm，所以你光看马力扭力的话，它大概就是比 330i 再有力一点。但是当我们来到电动车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再用汽油车的方式去看这个马力和扭力的数目字了。所以感觉上它虽然只有430 Nm，可是它的这个430如果要跟 330i 来比，它差不多就好像600 Nm 这么有力了。因为汽油车是需要透过引擎和变速箱去拉高转速来达到马力或者达到扭力，可是它不用，它是 instant torque， 你一点它就在人家屁股了，你一点它就来了。它这种加速感是，哇，真的是你好像在驾那种什么 supercar 才有的动力。你看，而且这个 i4 是有 BMW Iconic Sound Electric， 就是有 Hans Zimmer design 的声音。OK， 我们去 Sport Mode。那它虽然不像 iX 这样只用那个全新的 8.0 Full Set 系统，可是我很喜欢这边还保留了这个实体的 Driving Mode button。 3 2 1 Go。重力加速度，Oh my god， 哇，你可以想象在那一瞬间啊，430 Nm 从你的后轮释放出来，它让你瞬间忘记掉所有的速度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般上驾车啊，我们会用引擎或者是牙箱的这个声音去判断我们到底跑多快。这是窗外的风声，所以有时候你不看表，你知道你跑很快了，因为你听到呜呜，或者你听到你的 engine 在那边呜呜这样子了。可是电动车啊，你往往会驾比你想象中还要，就是说电动车你往往会驾的速度比你现在知道的速度还要再快一个 20%。 就是说你觉得你现在只驾这110罢了，可是你已经驾到130、140。 OK 啦，我们讲这个Mini Electric， 你可能会嫌它的这个里数不够多，可是我们讲到这台车子呢，它的最远总行驶距离 up to 590 km。Of course， 这个 up to 呢是你用 Eco Pro，就是你驾到横比 Have， 然后有非常良好的环境才能够 hit 到。只是我刚才拿车的时候就被我上一个驾这辆车的人，他告诉我大概充满电可以走400多，然后我一开了 Aircon 大概就是剩370多这样子啦， but make sense 啦，因为它的电脑会自己去 calibrate 啊，就是你一直走，它会一直在校对说你到底怎么样去踩油，而去整理出这个综合油耗。充电时间方面，如果用 Household Socket 就是 3-pin plug， 12个小时半就可以充到100公里的 range。如果用 BMW Wallbox， 只要8小时15分钟就可以充到 100%。DC 快充的话，10到80% 只要31分钟，而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充到164公里的 range。我还在 Sport Mode 啊，我会去Comfort Mode。Comfort Mode 踩油。哇，点到了！哇！一点就到人家屁股啊！160 brake 没有感觉，真的是随心所欲，你懂吗？我知道你可能一直不能够投它的价钱啊，因为它怎样讲都是卖389千390啦。那如果你不要看 brand 的话啦，你知道它的这个动力数据已经是能够比最 base spec 的 Porsche Taycan 还要快，大概要从马币50万就是500千起跳。
那你这辆车子不到400千，可是你已经有拿到非常齐全的东西。当然还是一辆 BMW 啦，我知道你买到台客，你是 Porsche， 然后整个有800V 的充电系统等等，什么比较厉害。可是真的，就像你买到 M 的 BMW， 其实是不会输给 Porsche 了的，这样子的意思啦。所以我觉得 i4 是我目前开过 BMW 动力性能就整个驾驶感最好的一台电动车。我不是讲 iX 不好，只是 iX 和 iX3 毕竟是 SUV， 那 SUV 又重又高，然后 body roll 就很明显。这台车子的 body roll 也很够力一下，因为 BMW 330i 的重量是1470公斤，而这位朋友呢，他的重量是2150公斤左右，就是比汽油版的330i重了超过600公斤。Can you imagine that？ 我们讲 Mini Electric 比 Mini Cooper SE 可能重了100多200公斤，好像是什么哇？好像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啊 ！Guess what？ 600 kilogram， 600公斤 ，but 你不觉得的，真的，因为有它这个83.9 kWh 的电池去 boost 它的这个带动它的这个马达去推它，其实你真的不觉得它有很重还是怎样 ？Of course， 走直路你不会 feel 到啦 ，corner 肯定它伴随而来的就是重量带来的这种摇晃感。不然这个 i4 呢，它虽然也是4个门，不过你驾驶起来的时候，它的 center of gravity， 它的重心比 330i 就是比3 Series 降低了53个 mm， 可能是它用了 frameless door 的无边框式车窗啊，变成你真的在走很快的时候你会听到风切声，而且是有一点明显那种。你看啊，猜 ，Sayonara。By the way， 因为它只有 single speed， 所以这个 i4 eDrive 40的 top speed 是去到190，我试到191啦，把你再踩就没了。哇，这个 Iconic South Electric 真的是很秋啊！你可以关掉的啦，其实你看啊，我现在把这个 Iconic South Electric 打开，关掉，开，关。开关，我觉得开这是比较好的，因为如果你不开这有时候你不察觉车子跑多快啊，你在 acceleration、deceleration 或者是 energy recovery 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虽然说电动车是不需要制造声音，可是我们人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要用这种方式来感受车子的速度来。在一般的 BMW 车款里面，这个 Iconic South Electric 它是一个 option accessory， 就你要给钱才可以 activate 的，才有。你看那个风声，把我们家不慢啊。虽然我觉得这个19寸的轮圈为这个 i4 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啊，我觉得18寸刚刚好，19有一点太 over 了。可是当你在 highway 跑这么快的时候，19寸真的是比较 stable， 因为它真的是太快了，那种快是你无法预知的快。你看那个晃动啊，超夸张，你轻轻摆一下罢了它都很难回来啊。因为一个2000多公斤的重量，对于这样子的房车来讲，我觉得真的是 overweight 了啦，真的是超重了。所以你只能够靠它的直线加速，它的 instant torque， 还有它的很安静啊，它的这个怎么讲，各个方面去弥补掉它的 corner。如果你要追求纯粹的操控驾驶乐趣，390千肯定是 M340i xDrive 才会有给你那个乐趣。而且6气缸的声音不是这种什么 Iconic South Electric 可以给到你的啦。把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经典，一个是 future， 一个是未来。我真的不敢在 corner
出弯的时候踩大油，懂吗？因为你 hold 不住它的，太快了，我 hold 不住它了，真的是很难驾驭它。我觉得它很多赘肉啊。Of course， 它是一辆 BMW， 该 predictable 的时候，它还是很 predictable 啊，指向性的人都有，可是真的是打了折扣，很模糊啊，有些时候。哇，而且2000多公斤的这个副作用就是你在点 brake 的时候哈，你的整个人会，你知道吗？它会那个后坐力很大，不叫后坐力嘛。总之就是你在 brake 的时候，那个 G-force 会让你有一点不舒服啦。Even though 它前面是没有引擎了，但你看到它的引擎盖这边是抽空了，就是一个洞，直接看到地板这样子。呀，有时候东西你要 give and take 嘛，它不是一个完美的电动车，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啦。因为我现在去充电了，所以我也不 care 我讲落了70%，别了给你记得叫他跟着来，不是这样，我没有充的啊。哇老诶，哇那股力量啊！哦 ，break， 哦，OK 喎，会使就是会使，给柴油 ，OK， 430匹罢了哈，你要各油是柴。break， 再踩。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这台 i4 有什么样的看法？它太贵吗？还是它吸引你吗？觉得它好看吗？我们都可以交流讨论一下。它会不会是你梦想中的那个 Dream EV Car？ 所以喜欢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你的 like、你的支持、你的订阅，是我继续做影片的动力。Sport Mode 柴油，呜呼 man，and cut。好的 ，3、2、1。